10年没洗过澡的他第一次来澡堂，但因为不会用电子锁，一直弄出滋滋滋的响声。不耐烦的老板走过来，刚要破口大骂，结果在看到男人满身的纹身后，吓得屁都憋了回去。因为在韩国，身上的纹身面积越大，就证明江湖地位越高。这小伙只是纹了暗恋对象的名字，就成了学校里的老大。当他看到洗完澡的男人跟暗恋对象在一起时，先是一脚将男人踢飞，然后带到烂尾楼就是一顿暴打，直到男人的衣服被扯破，露出那条青龙时，这群学生才意识到自己有多蠢。但男人只是用衣服把纹身遮住，拉着妹妹默默离开了。这个怂怂的男人叫泰直，但在10年前他可真不怂，曾一个人单挑6个找事的小混混，最后对方一死5伤，而他也因过失杀人进了监狱。死者的母亲前来探望，发现泰直本性不坏，只是做错了事，于是他送给泰直一个笔记本，希望他不再喝酒，不再打架，不再哭泣，只要改过自新，他愿意原谅他。而泰直也十分珍视这个小本，把出狱后想做的事都记在了上面，这也成了他在里面唯一的精神寄托。转眼10年过去，泰直刑满释放，这些年的牢狱生涯早已磨平了他的脾气。同样，这个世界对他来说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他找到昔日的小弟，只是想单纯的看看他们过得怎样，并告诉他们自己出来了。可已经成了一方大佬的小弟，表面恭恭敬敬，等泰直走后，竟在背地里骂了声晦气，还吩咐手下盯住他，防止他东山再起抢自己的地盘。泰直来到一家小餐馆，这是死者母亲崔姨开的。当他看到出来的泰直，打心眼里高兴，不停的关心询问，泰直口中却一直说着对不起。崔姨知道他心中有愧，为了消除他的不自在，崔姨愿他做了干儿子，提前关店专门给他做烤肉，还亲自喂给他吃。妹妹看到这一幕有些吃醋，自从哥哥死后，她再没见母亲这样开心过。第2天，泰直来到医院，想要洗掉自己的纹身。曾经他靠着这东西唬人，现在他想重新做人。不过医生告诉他，洗掉这么大面积的纹身需要很多钱。身无分文的泰直找了个汽修厂打工，但因为有前科，警察担心他出狱后再将这里搞得鸡飞狗跳，于是向老板打听他的近况。老板却说泰直工作很踏实，是个不错的孩子，并且滴酒不沾。巨大的转变简直让人难以置信。这天晚上，泰直用挣的第1份工钱给崔姨买了双好看的皮鞋，给妹妹买了她奢望已久的相机。泰直的变化让崔姨很是欣慰，也让妹妹彻底认可了这个哥哥。但幸福的生活才刚刚起步，就有人非要打破这份美好。当地的黑帮勾结议员在小镇搞开发，崔姨的餐馆一直不肯搬走。议员表示谁能除掉这个麻烦，就把新开的夜总会送给他。阿伟一口气答应了下来。第2天就带着小弟来到餐馆，冲进去就开始打砸。正在吃饭的泰直起身阻拦，这时阿伟走进来准备大展身手，但当他看到泰直的一瞬间，吓得立马让小弟停手。原来他以前也是跟泰直混的，深知泰直的可怕之处。不过泰直这次只是让他离开，以后别再来了。当阿伟走出去，完全没了嚣张跋扈的样子，还很庆幸自己没动手。泰直问崔姨他们为何而来，崔姨害怕泰直冲动做错事，并没把一切告诉他。这天晚上，议员的司机找到泰直，10年前的打斗事件他也在其中，当时被泰直废掉了一条腿。但这次他不是来找麻烦的，而是提醒泰直餐馆被议员盯上了，让他尽快搬走，不然议员肯定会想方设法的找麻烦。果然就在第2天，阿伟趁着泰直不在，再次带人来到了餐馆，见崔姨软硬不吃，直接动手打了人，还把店砸了个稀巴烂。放学回来的妹妹看到这一幕，用相机打了阿伟的脑袋，但她一个弱女子，又怎能敌得过一帮壮汉？而警察就在不远处看着，根本没有上前解围的意思。与此同时，泰直这边也遇到了麻烦，因为他还在假释期，只要动手打人就会被送回监狱。于是议员找了一帮混混故意找茬，想要激怒泰直让他动手，但泰直已经发誓不再打架，即便被众人围殴，他也只是忍痛挨着。老板上前劝架，被牵连了进来。泰直见状也只是用身体护着他，混混见他实在是没还手的意思，才不情愿的离开。虎落平阳被犬欺，暗恋妹妹的校霸看到泰直挨打，又听说崔姨店里被砸，幸灾乐祸的他竟只身一人找上门，骂泰直不过是纹了一身图的废物，还嘲讽崔姨收养杀害儿子的凶手当儿子。